她是史上最疯批的修女，堪称女版教父，比基督山伯爵更传奇。1976年，这部小说被意大利出版商集体拒绝，质疑女主太野、太黑、太不道德。20年后，自费译本却在德国、法国意外爆火。这部小说从被禁20年的道德异端到火遍全球，如同女主从恶臭的淤泥中出生，却凭一己之力披荆斩棘，成为莫兰迪家族的完美继承人。Ho sempre rubato la mia parte di gioia。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耗时10年创作完成，既复杂深邃又鲜少，被大众道德框架普遍接纳的文学经典《欢愉的艺术》。1900年新年，莫德斯塔出生在西西里岛一个破败不堪的农村家庭。母亲的偏心像一把冰冷的刀，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妹妹也经常欺负她。莫德斯塔仿佛是一个多余的存在，连偷吃一个鸡蛋这样微不足道的事情都会招来母亲无情的打骂。亲生父亲难得回家一趟，这天毫无人性的父亲将妻女锁在柴房，侮辱了才9岁的莫德斯塔。他的世界从此陷入一片黑暗，心中的仇恨如同野草般疯狂生长。那个夜晚，当父亲熟睡后，莫德斯塔起身，本想放出关在柴房的母亲和妹妹，但脑海中闪过自己遭受的种种虐待。他犹豫片刻，最终放弃了施救。就在这时，他不小心打翻了煤油灯，火势迅速蔓延，吞噬了整个房间。莫德斯塔望着熊熊燃烧的大火，没有丝毫恐惧。这场大火如同命运的审判，将他的过去彻底烧毁。他被园丁救起，送进了修道院，在这里开启了他新的人生。修女们给他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让他睡在舒适的小床上，还给予他充足的食物。可9岁的他像只受伤的刺猬，随处拉屎、偷吃偷拿，这些行为让修女们头疼不已，甚至有人提议将他送往孤儿院。莫德斯塔敏锐地察觉到了危机，他深知一旦被送到孤儿院，自己将再次陷入无尽的黑暗。于是他发挥出超乎常人的机智，去和院长声泪俱下的谎称自己全家都是被父亲烧死。悲惨的遭遇打动了院长大颗柔软的心，院长决定让他留在修道院，并亲自教导他礼仪、读经和弹琴，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莫德斯塔也因此成为院长身边的红人。20年来，这所修道院只接受贵族的孩子，莫德斯塔是唯一一个例外。慈母般的院长对他额外关照，他提出会给莫德斯塔一笔养老金，即使自己不在，莫德斯塔也可以继续在这里生活。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害怕打雷的莫德斯塔和院长躺在同一张床上。夜里，他隐约听到院长在他身后的喘息声。院长以为莫德斯塔已经熟睡。青春期的莫德斯塔对院长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既有对院长关爱的依赖，也有青春期少女懵懂的情愫。然而，一封伪造的情书成了导火索。这封情书让莫德斯塔误以为院长与他心意相通，他向院长表达了自己的爱意。Cosa hai sentito? Ti ho sentito che ti accarezzavi. Volevo accarezzarti prima. Come osi? Vai via! Madre, vai via! Che Dio ti perdoni! Mia colpa! Mia massima colpa! 现实如同一记重锤，将莫德斯塔的幻想彻底击碎。院长饱含羞耻的痛哭声响彻了夜空。第二天，老修女给莫德斯塔一个带着钢针的器物，让他放在胸口，并将他关入小黑屋惩罚。胸口映出的鲜血钻心的疼。他每天只有一片冷面包和牛奶充饥，可他心中却依然全是院长的影子。众目睽睽之下，他大叫一声，跳入修道院的水井中。他原本以为自己的苦肉计可以打动院长，然而一边的修女丽塔却识破了他的诡计。 E se Modesta si fosse buttata nel pozzo di notte, quando nessuno la poteva vedere? Ci pensa madre? Ora non sarebbe più con noi. Devi aver avuto paura prima di buttarti, perché hai urlato molto forte. Ti abbiamo sentita tutte le laudi. Adesso basta, Valeria, vieni con me. Lasciamola riposare.
莫德斯塔在丽塔的抽屉里发现了他伪造的情书，才知道一切都是丽塔的妒忌故意而为。莫德斯塔狠狠咬住他的嘴唇，教育他一番，谁知丽塔竟将此事告诉了院长。莫德斯塔的顽劣彻底激怒了院长，院长决定要将他送出修道院。莫德斯塔内心充满痛苦与绝望，他模仿那夜院长发出的呻吟声，故意羞辱对方，可最后换来的却是在极度的愤怒与不甘中，莫德斯塔心中的黑暗面再次被激发。他来到院长经常看星星的塔楼，在那里他看着曾经无比依赖的院长，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失望、愤怒，更有决绝。院长只以为那是一次简单的告别。莫德斯塔抱紧院长的双手突然攥紧。第二天，老修女告诉了他院长坠楼的消息。莫德斯塔挤出几滴泪水，甚至假装悲痛欲绝，昏倒在地。葬礼结束，一辆小轿车将莫德斯塔接走，停在一处庄园前。庄园像一颗被岁月精心打磨的琥珀，门内的景象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织锦。暮色降临，庄园的灯火次第亮起，水晶灯闪耀着耀眼的光芒。莫德斯塔爱极了这里，谁曾想这个华丽的牢笼却藏着惊天的秘密。夜晚，他听到楼顶发出怪异的叫声，时而远，时而近。第二天清晨，女仆送早餐，他问起昨天晚上奇怪的声音，女仆并未回答，而是告诉他这里不允许任何人上楼顶。庄园的主人是莫兰迪公主，她是修道院院长的母亲。Ricordami qual è il tuo nome, per favore? Modesta. Che nome brutto, mio Dio! Che aggettivo deprimente! 莫兰迪公主担心女儿的死不是意外，想知道女儿死亡的更多细节。莫德斯塔说，事发那天他并未见到院长，他喜欢去楼顶看星星，楼顶的栏杆太松，院长才发生意外。莫兰迪公主流下了眼泪，看得出她非常想念她的女儿。公主让她签署几个文件后再离开庄园，届时律师会宣布文件的详细内容。看到莫兰迪公主的怀疑，莫德斯塔意识到自己必须格外小心。幸好他的小女儿卡瓦丽娜公主对他很友好，她主动给莫德斯塔介绍庄园，这里只有他和母亲是活人，其他的人都如同行尸走肉。他们都偷过主人的东西，只是他们从不揭穿这些仆人。似乎他非常了解莫德斯塔的出身，父母被烧死，可怜的他住进了修道院。深夜，莫德斯塔又听到了那个奇怪的声音，他偷偷四处游逛，竟然看到仆人在厨房放浪的狂欢。被发现后，莫德斯塔立刻逃离，却被赶来求情的司机叫住。他担心莫德斯塔会将这一切告诉公主，那样他们全都会丢了工作。一番求情，莫德斯塔答应他会保守秘密。村里的男人都上了战场，他因肺病留在庄园。小公主总会找莫德斯塔聊天，辉煌的家族史，骄横跋扈的母亲，和他为排解寂寞养了满屋子的鸟。他告诉莫德斯塔，他还有一个哥哥，现在上了战场。他掀起裙角，露出装了假肢的大腿，虽被长裙遮盖，走路依然看得出一瘸一拐。莫德斯塔安慰他，你的美貌足够掩盖一切。小公主脸颊瞬间染上红晕，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一个孤苦伶仃摇摇欲坠，一个自卑懦弱没有生活的方向。他们仿佛相识已久的知己，在彼此的故事里找到了灵魂的共鸣。服丧期结束，莫兰迪公主为莫德斯塔定制了一条长裙，丝滑的面料摩擦她的锁骨，高贵美丽的气息瞬间扑面而来。当她站在尘埃里，抬头看到星光时，忽然明白自己也可以发光。那是她第一次对贵族生活有了无比真实的向往。签署文件的日子到了，律师宣布院长留给莫德斯塔一笔财产，每年1800里拉的年金，但他必须住在修道院，一旦离开将不再享用。假若是之前，他或许会非常开心，但见识过上流社会的奢侈，莫德斯塔的心早已蠢蠢欲动。他明白眼前的一切触手可得，只是他必须竭尽全力，绞尽脑汁。司机是他的第一个目标。原来他见到莫德斯塔第一面时就爱上了他，莫德斯塔也主动迎合。没几天，他就向莫德斯塔求婚，这样莫德斯塔便会留在庄园。但他并未当场答应。眼看着他离开的日子就要到了，这天老公主告诉他一个秘密，他的2个孩子，一个上了战场，一个早早离世。女儿原本拥有所有人都羡慕的人生，Quel titolo che aveva, poteva avere la vita che voleva.
Luce，原来院长和男仆生了一个女儿，贵族的名誉至高无上。为掩盖丑闻，莫兰迪公主对外宣称新生儿是她的女儿。他们强行将院长送去了修道院，他们的关系也彻底决裂。还未等莫德斯塔回过神来，小公主冲入她的房间，她念叨着莫德斯塔的名字，舌尖打转的温柔比她身上的香水味更令人心碎。莫德斯塔紧张的手心冒汗，目光在小公主的面庞与深邃的眼眸间，如同受惊的小鹿慌忙闪躲。假若开始莫德斯塔对瘸腿的小公主是同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莫德斯塔对她的感情越发深沉。他们一起漫步在花园中，分享彼此的心事，每一个眼神的交汇，每一次不经意的触碰，都让他们的心靠得更近。小公主帮他收拾行李，悲伤不舍涌上心头。Io vengo con te in convento, mi faccio suora. Sei mia, anche tu sei mia. Non ce la faccio. 莫德斯塔突然推开他，冲出房间找到司机，他的热吻堵住了对方的双唇。Mi vuoi sposare？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留下来。这时，楼顶有人叫司机帮忙。那个每天发出叫声的怪物又在折腾，疯狂的尖叫、咆哮。莫德斯塔轻轻抚摸他的头顶。令人奇怪的是，怪物感受到他指尖的温暖，竟然奇迹的平静下来。他触碰莫德斯塔的双唇，像在触摸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È una santa, signorina. Un miracolo. Un miracolo civile. Come ci posso dare? Ma una santa. 原来怪物是莫兰迪公主的小儿子，因为他丑陋的面孔，公主一直将他锁在顶楼。因为莫德斯塔的安抚，怪物竟然神奇的安静了好几天。公主决定让莫德斯塔多住几个星期再回修道院。庄园的秘密还有更炸裂的，为莫兰迪家族管理土地的经理卡麦恩老奸巨猾。有人传言院长当时和他私通，他就是小公主的生父。他在庄园里颐指气使，仿佛他才是这里的主人。小公主异常讨厌他。公主对莫德斯塔越发信任，他要求卡麦恩教会莫德斯塔管理农场的有关事务，并要求他尊称莫德斯塔为夫人。虽然卡麦恩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个小女孩，莫德斯塔在庄园的地位越来越高，司机很是不满。之前他曾经答应过要嫁给他，可现在却天天去安抚那个怪物。莫德斯塔解释自己最近太忙，无暇考虑这些事，毕竟现在有公主的支持，他已经不再是无头苍蝇。为了尽快下车，他只能用吻来敷衍司机。这天与怪物的相处中，他突然对莫德斯塔动手动脚，突然告诉他王子已经是成年人，每当他狂躁的日子就会安排一个农妇来安抚。这样的日子已经好几年了，只因他家境贫穷，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要抚养。莫德斯塔懂得他的苦痛，他给了女人一些钱，希望了解怪物的过去。 E allora chiuse l'occhio e mi susi al collo. Un secolo passò. 原来一直以来，王子并没有男人的能力。莫德斯塔的疑惑终于解开，卡麦恩渐渐对充满青春气息的莫德斯塔有了异样的感觉。他找到各种机会接近对方。司机闻到了情敌的味道，一次酒后故意与卡麦恩坦白他与莫德斯塔的情事。莫德斯塔怒冲冲地找到司机，质问他为何要把他们的事告诉所有人。司机解释只跟卡麦恩讲过。还未说完，莫德斯塔冰冷地说出 Io non ti sposerò mai. 莫德斯塔深知，要想在这个盘根错节的家族中站稳脚跟，必须不择手段。于是他开启了自己的狩猎模式。他故意在王子面前做出诱人动作，掀开裙角，露出洁白的大腿，读着令人面红心跳的文字。王子不能自持，扑向了他。莫德斯塔的尖叫声响彻了庄园，每个人都知道他被怪物占了便宜。医生诊断王子的病情愈发严重，王子侮辱修女，假若传出，会给家族造成多么大的羞辱。他要求必须保守秘密，然而他知道这并非长久之计。王子心情低落，每日不吃不喝，每当夜晚，王子都会声嘶力竭的吼叫，他一声声呼唤着莫德斯塔的名字。谁都看得出来，他爱上了莫德斯塔。这天晚上，小公主来到莫德斯塔的房间，突然有人敲门，小公主立刻藏起来，是莫兰迪公主。她开门见山说，你可以光明正大的进入我们的家族，嫁给我那个可怜的儿子，但唯一的要求是你不能怀孕，你不能生下孩子，毁掉莫兰迪家族的荣誉。莫德斯塔立刻答应了。
她从小公主口中才得知，一切都是卡麦恩给老公主出的主意。莫德斯塔展现出了惊人的冷静与智慧，他就像一个高明的棋手，在权力的棋盘上步步为营。然而，这些人中最有智慧的便是卡麦恩。他敲开卡麦恩的房门，责问他为何要插手自己的生活。Siete venute per rimproverarmi. Mica pensavo che volevate ringraziarmi invece. Mio padre mi ha insegnato che 3 schiaffi sono insegnamento. 3 sono botte. Che cosa siete venuti a fare a casa di un uomo la notte? Schifo mi fa. E perché rilassare? Che siete venuti a fare a casa di un uomo la notte? No, siete una verità. Io faccio che tu E fatelo. 口中声声厌恶，但在雨中却一件件脱掉了身上的衣裙。莫德斯塔用自己的身体做武器，控制了卡麦恩。这一幕却被门外的司机看到。第二天，司机以买女人东西让他参考为名，让莫德斯塔上了汽车。途中，他按耐不住咒骂莫德斯塔是个妓女，他要将昨天看到的事告诉公主。Ora vado dalla principessa e ci dico tutto, eh? No. E poi gli dico che fai la notte con Gabellotto. A così vedremo se lascia che suo figlio si sposa con una puttana come te. Perché mi fai questo? Io ti voglio bene. Io ti voglio... Che succhia. È tardi. Prima ci devi pensare. 看到四处无人，离村庄也有一段距离，莫德斯塔毫不留情地制造了一场意外。他赌自己能活下来。幸运的是，这一次他赢了。她成功地嫁给了丑陋的王子，获得了接触家族产业的权利。但这仅仅是她的第一步，她的野心如同永不满足的黑洞，驱使她继续前行。她大方地送给每个仆人礼物，仆人对她毕恭毕敬。她时常与麦卡恩私会，利用她的力量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同时，她也在麦卡恩身上找寻一种在以往生活中从未体验过的情感慰藉。这份慰藉让她在充满算计与阴谋的贵族生活中感受到了一丝难得的安心。在功利的底色上，一种微妙的情愫慢慢滋生，那是一种介于依赖与欣赏之间的情感。在这个过程中，莫德斯塔逐渐掌握了家族的财政大权，成为了庄园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战争终于结束，所有人都在欢呼，他们的亲人可以回家团圆，但唯有莫兰迪公主并不开心。 Vi dico una cosa che sia ben chiara. Qui la guerra non finirà mai. Non c'è niente da festeggiare. Ogni festa sarà severamente punita. Tornate a lavorare. Grazie. Non è giusto. 他的大儿子死在了战场上，莫兰迪公主沉浸在巨大的伤痛中，失去女儿的意外，现在唯一健康的儿子也离她而去。可这场战争也将莫德斯塔唯一的竞争对手去除，她丑陋的丈夫成为了公主的继承人，而她这个妻子才是真正的受益人。然而，好日子还未开始，一场可怕的瘟疫就在城中蔓延。这是来自战场的西班牙大流感，所有人都必须戴口罩隔离，所有物品都要消毒。患病的人越来越多，死亡蔓延了整个欧洲。卡麦恩也请辞要回乡下老家。那一天，他们的告别却埋下了一颗种子。莫兰迪公主不戴口罩，话越来越少，她对现在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兴趣。管家因感染了瘟疫不幸离世，照顾管家的女仆也被莫德斯塔赶出了庄园。莫德斯塔脸盘越来越大，身体也渐渐显怀。 Ti immagini se ci fosse un bambino qui? Sì, un bambino che corre dappertutto, che entra in queste stanze. Una nuova vita in questa casa. Ti piacerebbe? Sì, tanto. E come lo chiamiamo?
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莫兰迪公主为尿从椅子上摔了下来，造成骨折。医生说她心脏很脆弱，每天照顾公主成为莫德斯塔最重要的事。这天，公主终于看出了她隆起的小腹，她命令莫德斯塔脱下裙子，那圆圆的小腹仿佛是对莫兰迪家族巨大的侮辱。La famiglia Brandiforti deve finire con me, va bene? E io non permetterò a nessuno, ma dico a nessuno di andare contro la mia volontà。原来她生下孩子后又怀孕2次，但她担心再生下一个怪胎而狠心处理。公主要求她必须尽快打掉孩子，否则她现在就离开庄园，这里的钱她别想拿走1分。可莫德斯塔知道眼前奄奄一息的老公主对她没有任何威胁，她要做的只是加快步伐。她将含有毒性的野草和野果加入给老公主的茶水中，她似乎越来越虚弱，她时常呼吸困难、嗜睡、痉挛，甚至昏迷。这天，莫德斯塔却听到一个惊天的秘密，原来莫兰迪公主已经立好一份遗嘱，只要她生下畸形的孩子，将无权继承任何遗产，所有的财产包括庄园，她都会捐给慈善机构。一旦医生来了，她下毒的事儿也会被查出。那一夜，莫德斯塔破釜沉舟，她直接放入剧毒。她听到老公主低沉的呼叫：“救救我，救救我！”可她却冷漠地转身离去。为老公主举办葬礼后，她的女儿会得到一笔年金。Incongruo vitalizio。原本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但莫兰迪公主的遗嘱早就在卡麦恩手中。她虽那样，她非常清楚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然而，他毕竟是莫德斯塔腹中胎儿的父亲，他将遗嘱交给了莫德斯塔，像他给家里放的那把大火一样坚定决绝，没有丝毫犹豫。每一次的火焰都是他的第2次重生。终于，莫德斯塔诞下一个男婴。庄园外，麦凯恩听到婴儿咕咕坠地，终于放下心来。小公主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拥有的财产，现在全部的归属者却是莫德斯塔。Tu stesso matrimonio è uno scandalo, tuo marito è un menumato. E tu fedi di strega. Fuori! Fuori da sta stanza! 莫德斯塔深知眼前的女孩无法对他造成任何威胁，他一面享受着与小公主的感情，另一面又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目的，将这份感情作为一种筹码。Non me ci pensi mai. Ci pensi mai a me? Che a Catania sarò solo la povera cognata zoppa, una zitella a carico della famiglia. Pensavo che tu mi volessi. 儿子满月时，卡麦恩来探望，在那些孤独的时刻，卡麦恩的身影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在莫德斯塔的脑海中。他对卡麦恩的感情饱含着眷恋与悔恨，他渴望能够回到过去，回到那段单纯美好的时光。便疯狂逃离，穿过街道，莫德斯塔伫立在大海前，海风如无情的手肆意撩拨他的发丝，他的眼神空洞又迷离，怔怔地望向那海天相接之处，海风带着海水的咸腥味涌入他的鼻腔。他眼中渐渐浮现出一丝决绝，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逃避过去，也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但他可以选择以哪种姿态面对未来。这一刻，他还是决定在这荒芜的人生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丝欢愉，哪怕这欢愉是如此的艰辛与苦涩。此时，这部充满禁忌、欲望与权力斗争的史诗级剧集也拉下了帷幕。故事围绕莫德斯塔一生展开，他在西西里岛的悲惨童年，到修道院的幽闭岁月，再到他戏剧性的转折。女主利用身体做武器，征服了男人和女人。院长表面虔诚，实则对莫德斯塔怀有禁忌情感。他的悲剧在于既想拯救莫德斯塔，却又被莫德斯塔的野心吞噬。在莫德斯塔的2个男人中，司机只是他利用后抛弃的抹布。他真正爱上了卡麦恩，充满了最原始的纯粹情欲，但对方被莫塔斯德的野心摧毁，敬而远之。结尾，他和小公主一起生活，他感受到了小公主的善良与纯真，这在尔虞我诈的贵族世界中尤为珍贵。两人的感情中既有对彼此遭遇的同情，也有在困难中相互慰藉的温暖。莫德斯塔的一系列行为看似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和欲望，但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其实是他对父权社会与宗教规训的反抗。自幼遭受的虐待
害和压迫，让他对这个世界的规则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深知，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如同蝼蚁般渺小，只有通过极端的手段，才能为自己争取到一丝生存的空间。莫德斯塔的人物形象极其复杂多面，这也是他魅力所在。他既是一个受害者，又是一个加害者。最后一个画面，他逃离了教堂，那个曾经束缚他的地方，他奔向了大海。他明白，道德从来都是被强者利用、压榨弱者的工具。在大海面前，他毅然决定在这荒芜的人生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丝欢愉。专注的那种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好片不迷路，带你解读不一样的爱。